想在荒郊野外捕获到新鲜的鱼儿，慰藉一下你饥肠辘辘的小肚皮。那么，胡子哥下面2项捕鱼技能但学无妨。胡子哥一大早砍来一捆笔直的木棍，为了找到合适设置捕鱼陷阱的地方，他还特意放下木棍与背包，走向一条有落差的山间小河。看来这个位置挺不错，水流湍急，落差够大。确定设捕地点之后，胡子哥立马从背包里拿出工具，开始动手制作陷阱。他二话不说，拿着手锯弄来了3根粗藤，然后把一根木棍锯成3小段备用。胡子哥为了在镜头前展示一下个人该死的魅力，他随手拿起一根长藤，帮其松一松筋骨。有没有觉得胡子哥力大无穷呢？接着用铁丝将长藤与短棍绑扎好，使其形成一个稳固的半弧形树枝，以此类推，连做3个。胡子哥在旁边的棍堆里精挑细选一根粗而直的木棍，作为捕鱼陷阱的主框架，然后将其与3个半弧形树枝的顶端牢牢地捆扎好。这时候的捕鱼陷阱便开始有了雏形。紧接着，胡子哥将其他的木棍都一一绑在3个半弧形树枝的内侧。看来胡子哥这次是有备而来，连老虎钳和铁丝这样的工具一个都不差，全都带来了。不到一会功夫，一大捆砍来的木棍全都绑在半弧形树枝上面，而这次的捕鱼陷阱也大功告成。为了检验其捕鱼效果，胡子哥穿上捕鱼裤，手拿着捕鱼陷阱，艰难搬到刚才选好的设捕位置。他拿着一条长铁线绑在陷阱末端，而另一端的铁丝则绑在河边的树上，然后将捕鱼陷阱卡在一个水流较大的落水口。为了能很好的固定捕鱼陷阱，胡子哥还不忘用大小石块填补陷阱与落水空之间的缝隙，既可以稳固陷阱，同时也可以防止鱼儿从缝隙里逃跑，真是一举两得。而另一端悬空的出水口，则用网兜将其封住，这个网兜也是鱼儿最终的归宿。胡子哥作为一个记录生活美好瞬间的博主，捕捉鱼儿落网的一瞬间当然少不了架好摄像机，调整好角度，一切只等鱼儿的自投罗网。此时胡子哥也只好收拾好背包，先回到露营地打个盹。不过就在胡子哥回营地休息的时候，摄像机已经捕拍到陷阱捕获鱼儿的精彩镜头。一条条肥美的大鱼顺着河水毫不客气地划着滑梯自投罗网。3个小时过后，胡子哥才不慌不忙地来到设捕地点。看他这行头，估计那边秋天开始有点凉飕飕的感觉。他一如既往地穿上捕鱼裤，下到河水中摸了摸网兜，看来收获不错。他赶紧解开网兜和摄像机，因为这山水实在太凉快了，有点受不了。回到岸上开始清点收获，看似平平无奇的网兜之中，竟然捕获到10几条大小不一的河鱼，这着实令胡子哥有点意外，但似乎也在他的预料之中。第2天一大早，胡子哥在露营地一边烧开水，一边做另一种的自动捕鱼陷阱。不得不夸一下胡子哥，真是多才多艺呢。一根鱼线绑上一块大石头，然后勾上特制的饵料，而另一端的鱼线绑上一块方砖大小的泡沫。为了钓鱼装置有提醒功能，胡子哥还在泡沫上面插上一小节树枝，并在树枝上加上一个小铃铛。就这样一个简单而精致的捕鱼陷阱，胡子哥一口气做了14个。胡子哥穿好捕鱼裤，一个一个的将捕鱼陷阱往河中央放去。很快14个捕鱼陷阱就满满当当一字排开在河中央。回到岸上等待的同时，当然是来一杯热乎乎的咖啡提神又醒脑。坐在河边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钓鱼陷阱，既有满足的自豪感，同时也有成就感。对于一个喜欢荒野求生者来说，绝对是最好的回报和享受。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右手边第5个钓鱼陷阱便开始有动静了，绑在上面的铃铛不停发出声响，同时泡沫也不停地颤抖着。胡子哥见状便立马下河一探究竟，果不其然，一条4两重的鱼儿早就勾在其中。像这种野生鱼儿，直接拿来烘烤肯定好吃。就这样，胡子哥一边喝着咖啡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，一边密切关注着河中陷阱的动向。有鱼中标了，就立马下河解救猎物。来来回回如此重复动作，胡子哥很快就抓到了5条野生鱼儿。看来胡子哥今天的早餐有着落了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加关注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